我替狄姐守了3年邊城，等來的不是一句辛苦，而是王府門前那隻被拆下的舊明銅鈴。我看着斷裂的舊繩落在石階上，心裡最後一點對王府的期待也跟着斷了。我沒有再替誰退讓。蕭晨烈讓我交出王妃印，語氣平淡的像收回一件借出去太久的器物。我沒有爭辯，只把印放回案上，轉手取走印和下壓着的9枚黑木商錄令。我把這筆代價記下。雲昭月披着正紅斗篷坐上主位，笑着說：“邊城缺糧，我不該拿百姓同他置氣。”我告訴他，商隊從不認誰的敵數，只認哪條路能讓車夫活着回來。我也看清了真正分量。我親眼看見南門響起3短1長的號角時，原本駛向南倉的3支糧隊同時轉往西市。滿堂賓客一齊望向我，我卻只彎腰撿起銅鈴的舊繩，收進袖中。我知道退路已經不同。蕭晨烈沉下臉，問我是不是想用全城糧食逼他改口。我回答：印可以交，名分也可以不要，但民糧不能被誰拿去做恩賞。我沒有再替誰退讓。我親眼看見話音未落，南倉小麗捧着灰黑麥屑闖進來，說新糧袋底全是霉斑。我看見放行條上蓋着自己保管過的舊印，便知道有人想讓我連離開都背着罪名。我把這筆代價記下。我把宋伯安的大秤抬到南倉門前，先讓所有人看清袋口，再割開第一袋新糧。我親眼看見表層麥粒乾燥發亮，鐵勺往下一挖，卻翻出粘黑發酸的霉屑。我沒有再替誰退讓。我讓人整袋上秤，賬上寫100斤，秤砣卻停在80斤的位置。我親眼看見韓策從袋底抽出濕麻布，布腳沾着只有北河碼頭才有的黃泥。我把這筆代價記下。我沿着帶線往下查，發現每輛糧車都曾在北河停過半個時辰。雲昭月提議先挑乾糧熬粥，說百姓餓着，不能等我慢慢查賬。我也看清了真正分量。我當眾捏碎一粒霉麥，告訴他毒糧下鍋，最快倒下的正是孩子和老人。蕭晨烈把開倉令推到我面前，要我簽字後自行承擔所有後果。我知道退路已經不同。我撕開那張令紙，讓碎片落在煤梁上，拒絕替任何人的倉門背書。我轉身命西市3支糧隊按戶放糧，軍戶、孤老與尋常百姓一律當場報名。我沒有再替誰退讓。當百姓離開南倉轉向西市，我知道自己又多扛了一條抗令之罪，卻替全城換回5日乾糧。我把西市領糧者分成3隊，先報姓名與住處，再由前後2家互相作證。葉清河看見我提前把傷藥藏進糧車，立刻把醫管鑰匙放在桌上，質問我。我沒有再替誰退讓。我說只是怕南營生變，他卻反問，為何每次危險都由我替他決定何時知道？我還沒答完，韓策便帶兵抬來4袋軍糧，袋口全纏着醫管常用的白線。我把這筆代價記下。每袋放行條都蓋着我的舊印，旁邊還寫着北境收糧人的暗號。排隊百姓開始後退，有人低聲問我是不是早把軍糧賣給敵商。我也看清了真正分量。蕭晨烈封了9條商路，還扣下2名車夫，要我在卯時前說清來源。韓策依軍法告訴我，若不能證明清白，他會親手押我入獄。我知道退路已經不同。我蹲下摸過4個繩結，發現他們都向右收尾，與葉清河的手法完全相反。我抬頭時，醫管鑰匙仍孤零零留在桌上，葉清河卻已經轉身離開。我沒有再替誰退讓。我終於明白，洗清這4袋糧容易，重新讓他相信我不會替他做主，才是更難的一關。我先回醫館，把南營、側門與可能伏擊的風險一項項說給葉清河聽。我沒有再說相信我，只請他在知道最壞結果後，自己決定是否同行。我沒有再替誰退讓。他沉默片刻，重新背起藥箱，說若我再漏掉一項，他就當場退出。我們查了領藥簿，
發現昭月院的牌子昨夜領走3束白線與2卷麻布，我把這筆代價記下。我親眼看見宋伯安伏在石路上輛車辙，軍糧車比商隊窄了半掌，只合王府側門小車。我親眼看見韓策取來職業名冊，子時出城的送藥車，正由昭月院管事押送，我也看清了真正分量。我親眼看見守門士兵承認那輛車沒有藥箱，車底反而壓得比平日更沉。我親眼看見雲昭月說院牌可能被偷，士兵也可能記錯，仍想把證據拆成零碎巧合。我知道退路已經不同。我讓葉清河當眾用白線打結，他的手自然向左收，3次都沒有改變。我再把軍糧袋的向右假結，窄車辙與側門時程並排放上糧桌，我沒有再替誰退讓。我親眼看見韓策宣布4袋糧不屬9路商隊，通敵罪名當場撤下，南營也放出被扣車夫。西市封條被拆時，百姓重新走回糧桌，我卻沒有急着收回葉清河留下的鑰匙，我把這筆代價記下。蕭成烈見罪名站不住，便直接收走糧冊和大秤，命我從此不得再碰官糧。我看着王府親兵抬走大秤和糧冊，沒有追上去，只讓12個磨坊同時開門。我把3支糧隊拆成12路，糧車不再進官倉，直接把乾糧送到磨坊與警戶，我讓每個人都能核對。我要求每個領糧人先報姓名住處，再替下一戶送一桶水，前後2家互相核對。宋伯安擔心沒有總策會亂，我便讓每站只記當日進出，黃昏再交換木籌，我不再把答案藏住。我安排工匠負責修輪軸，警戶負責清點水桶，腳夫則在12站之間傳遞缺口。有人問王府若說我們私分官糧怎麼辦？我回答這些糧從未進過王府的門，我把選擇留在桌上。我親眼看見第一口粥在西磨坊煮開時，香氣沿街飄出去，排隊的人終於不再盯着王府方向。我親眼看見蕭成烈派人來封站，卻發現每處只有一小批糧，關一處也斷不了全城。我知道規則正在生根。我把木籌攤在眾人面前，讓每一袋糧的去向都能由2個不同糧站互證。12口鍋同時升起熱氣，我第一次看見一座城不靠一枚印，也能準時吃飯。我讓每個人都能核對。我親眼看見，就在眾人鬆口氣時，東倉方向忽然竄起黑煙，銅鑼一聲比一聲急。我趕到東倉時，有火正沿地面爬向糧垛，側門卻被鐵鏈從外面鎖死。我親眼看見韓策和12名士兵困在煙裡，他們用刀背砸門，聲音已經越來越弱。我讓每個人都能核對。我看見一名蒙面人翻過北牆，只要追出去，也許就能抓到縱火者。可我回頭看見倉窗裡伸出的手，便叫工匠去找最薄的北牆，而不是追人。我不再把答案藏住。葉清河趕到後，我把屋梁可能塌落、有火走向和出口位置全告訴他。他自己選擇帶水隊進場，還命我守住破牆口，不能再把他推到計劃之外。我把選擇留在桌上。石錘砸開第一道裂縫時，濃煙像黑浪湧出，我跪在地上把傷兵一個個拖走。我親眼看見韓策最後抱着燒焦半邊的倉冊出來，右肩已被落木劃開。我知道規則正在生根。我讓人先抬傷者去醫館，再回頭搶糧，沒有把任何人留下替我追證據。我親眼看見火襲後，東倉只剩不到一半可食糧，全城又少了2日口糧。我讓每個人都能核對。我站在焦黑門檻上，看見城樓外30輛白旗糧車正緩緩靠近。雲昭月披着白裘站在車前，說他帶來的糧足以救下我沒能守住的城。我不再把答案藏住。我沒有阻攔百姓領取白面，只讓宋伯安、葉清河與韓策分頭查車、檢核問話。百姓抱着免費糧袋離開時高喊雲昭月，我站在一旁，像個極度敵解的失敗者。我讓每個人都能核對。我親眼看見宋伯安摸過車軸，發現輪距狹窄，
還包着北境碎石路才常用的厚牛皮。我親眼看見葉清河在3口井旁找到不同長短的繩結，正好記下井深與取水速度。我不再把答案藏住。我親眼看見韓策抓到一名車夫在牆角畫探線，那些短線對應東門寬度與轉彎距離。我從車底撬出一片狼牙木片，上面刻着東門換哨時程和向道標記。我把選擇留在桌上。我判斷這些車不像只為送糧，更像替後面的人量出一條能最快進城的路。我拿着木片去見雲昭月，他人溫柔地說，一點受控邊換能讓全城知道誰才會救人。我知道規則正在生根。我問他若邊換不受控呢？他只笑着說，總有人要替主位承擔風險。我終於確定，他不是看不見百姓，而是把百姓也算進自己的交易。我讓每個人都能核對。當夜第一輛卸空的糧車蓋着王妃印從東門出城，我知道情報已經送出去了。我舉着狼牙木片要求封東門，得到的卻是抱着白面的百姓對我指指點點。雲昭月說我因失去王妃名分而妒恨，連救命糧都要污成通敵工具。我讓每個人都能核對。蕭成烈拒絕封門，還命我不得再靠近原糧車，免得驚擾民心。我讓2名商戶沿東向跟住第2輛空車，卻沒有把可能伏兵的風險全說出來。我不再把答案藏住。我親眼看見王府親兵早在巷口等候，他們以劫糧罪抓人，也奪走2枚黑木令牌。我親眼看見葉清河為就被扣商戶傷了手臂，回來後把醫館木牌交給宋伯安。我把選擇留在桌上。他說自己可以選擇冒險，卻不能接受我先決定他應該知道多少。我想解釋這是為了保護他，話到嘴邊，卻發現和蕭成烈的說法沒有不同。我知道規則正在生根。王府又抓走4名商戶，稀釋許多人開始相信我只會讓跟隨者送命。我失去葉清河的參與，也失去6名商戶和2條商路，連提醒東門都無人肯聽。我讓每個人都能核對。宋伯安在舊貨冊夾層找到一張婚書附頁，上面寫着我的名字與蕭成烈親筆。我把婚書附頁攤在蕭成烈案前，問他3年前既看見我的名字，為何從未更改婚籍。我聽見他沒有否認，只說王府要的是雲家良緣和一個能做事的人，至於名字並不重要。我不再向王府求答案。我守過的東梁、修過的城牆和埋過的士兵，在他眼裡原來都只是誰來完成都一樣。蕭成烈願給我別院和終身供養，條件是交出商路，從此不再談代價與糧權。我把風險當眾說清。我把婚書伸進燭火，看着自己的名字捲曲變黑，沒有再求他承認。紙燒盡後，我告訴他，3年裡我守的從來不是王妃位置，更不是他的臉面。我接受別人有權拒絕。我把商戶被扣、南營缺水和磨坊停工的風險完整送到12個糧站。每一站都由真正承擔損失的人決定是否停運，沒有任何人只因我的令牌行動。我只守住能活的人。我親眼看見黃昏時磨盤同時落地，井戶停水，腳夫卸下本應送往南營的糧袋。我親眼看見宋伯安看着被奪走的令牌說，若沒人願意走，他們不過是幾塊黑木頭。我不再向王府求答案。我親眼看見南營撐不到1夜便放出6名商戶，蕭成烈第一次被一群沒有官職的人逼得退讓。我親眼看見商戶走出營門時，東門方向忽然升起第一支紅色火箭。我把風險當眾說清。第2支紅箭緊接着穿上夜空。我知道真正的代價已經到了城門口。我聽見東門連升2支紅箭，還沒走下南營石階，滿身是血的士兵便跌了進來。我聽見他說原糧車底藏着北敵兵，守門校尉已死，門栓正被人從內側割斷。我不再向王府求答案。我讓人先開停在城內的空車底板，暗格裡還留着短刀、皮甲和北境淺草。我親眼看見狼牙木片上的相寬、警衛與換哨時程，
忽然全變成敵軍正在行走的路線，我把風險當眾說清。我親眼看見韓策把城防圖壓在桌上，指出敵人正沿東向分成3路，直去井口和內城門。我親眼看見蕭成烈仍把主力留在內城，只肯守王府、官倉與第2道城門。我接受別人有權拒絕。我知道在爭論誰早就警告過已無意義，只問外方還剩多少撤離時間。我親眼看見韓策估算門栓最多再撐1刻鐘，超過這個時辰，騎兵便會衝入瓮城，我只守住能活的人。我命12糧站同時敲盆示警，讓醫館、商戶和工匠按既定位置集合。北渠、舊窰道與西坡路被我圈在圖上，每條路都標明能帶走的人與最壞風險。我不再向王府求答案。金屬斷裂聲從東門方向傳來時，我收起圖紙，帶人奔向仍未撤出的外方。我趕到外方時，內城第2道門正在百姓面前緩緩關閉。蕭成烈把所有人留在門外拖敵。我把7枚令牌與3條撤離圖攤上西式桌面，先把每條路的危險說清。我不再向王府求答案。我宣布老人孩子走北渠，水冷且狹窄；傷患走舊窰道，可能遇上塌方；工匠則帶鐵索走西坡。我沒有指定誰一定走哪條路，只讓真正承擔風險的人自己選擇。我把風險當眾說清。我親眼看見老魔公主動放棄糧車，讓孩子先進北渠，自己留下幫忙搬開井蓋。葉清河把最重的擔架交給我，說先抬人，等活下來再談我們之間的裂痕。我接受別人有權拒絕。我親眼看見北敵騎兵沿測好的巷道衝來，工匠把石磨推下斜坡，撞翻最前面的戰馬。我親眼看見車夫拉緊鐵索封住窄巷，給撤離隊伍換來半刻鐘喘息。我只守住能活的人。我與葉清河最後離開醫館，把藥箱、傷患名冊和能活命的器具全部帶走。我親眼看見300多人抵達西坡時，東門已升起黑旗，2座糧站也在火裡倒塌。我不再向王府求答案。我回望那些燒掉的木牌、秤和倉冊，才明白自己能保住的從來不是物件。我只帶出了人，7枚令牌和一群人願意在知道代價後一起走的人。我把風險當眾說清。我站在西坡風口，看着黑旗下燃燒的外房，第一次真正失去整座城。我們只剩4日口糧，300多張嘴，數十名傷患和一條隨時可能被截斷的退路。我不再向王府求答案。我聽見韓策托人送來話，說他只替撤離拖了1刻鐘，下一次未必還能違抗王命。蕭成烈守着內城，雲昭月掌官倉，北敵則沿東門進出，三方都比我們更像勝者。我把風險當眾說清。我把7枚黑木令牌放在營的桌上，不再收回袖中，也不再稱任何人是我的部下。我讓宋伯安當眾清點糧袋，讓葉清河公布傷患與藥量，最壞期限一項都不遮掩。我接受別人有權拒絕。有人問我是不是還要奪城，我回答：若奪回去人交給另一個人私自關門，那便毫無意義。我們要奪回的是讓老人能出城，讓士兵能拒絕射百姓，讓運糧人能說不的規則。我只守住能活的人。我說完後退開桌邊，讓眾人自己討論守衛、配給和下一步，而不是等我下令。我親眼看見沉默很久後，第一名車夫把名字寫進夜巡表，接着是工匠、傷兵家屬和魔方學徒。我不再向王府求答案。葉清河告訴我，公開風險不代表大家一定同意，卻至少讓每個留下的人知道自己選了什麼。我點頭接受這句話，也接受有人隨時可以拒絕我，甚至離開西坡。我把風險當眾說清。我親眼看見探子此時帶回消息，北敵200騎明晚前會從西路增援，沿途還押着糧車。我看向通往西路的商橋，那是宋伯安最值錢的路，也是我們可能換來一夜的唯一籌碼。我接受別人有權拒絕。我把雲昭月的交換條件逐字念給營的眾人聽，
他願用官倉糧換我們交出7條商路。我沒有替任何人拒絕，只把西路、糧量和北敵援軍到達的時辰一併攤開，我讓承擔者自己決定。我親眼看見宋伯安用旱煙桿指着西橋，說橋一斷，商隊3年內未必能再從那裡通行。那條路養活許多車夫與貨主，也留着我們失守後向西撤退的最後可能。我把最壞結果攤開。葉清河要求我把另一面說完，即使斷橋，我們仍可能踱步回內城，所有損失也不會自動歸還。我把最壞結果完整說出，然後坐下，不再以守城之名催任何人表態，我不再用保護代替同意。我親眼看見第一個舉手的是失去2車藥材的商戶，他說路能重修，死去的人不能回來。我親眼看見接着是車夫、工匠、傷兵家屬和磨坊長士，他們一個個說出願意承擔的損失，我願意受共同規則約束。我親眼看見宋伯安最後把西路從地圖上重重劃掉，承認這一刀會割掉他大半家底。我親眼看見7枚令牌仍放在營火旁，沒有人拿他們當命令，只把他們當自己承責的記號，我讓承擔者自己決定。全體同意斷橋後，我才站起來不數人手，因為這次不是我替眾人決定犧牲什麼。我故意放出西路仍可通行的消息，讓北敵補給車以為西坡已無力守橋。我親眼看見2枚被奪令牌掛在敵方車頭，沿途驛站卻沒有一個人替他們換馬或開庫，我讓承擔者自己決定。我聽見宋伯安低聲說，木牌只有在有人願意承認時才有路，敵人拿着也只是裝飾。我親眼看見最後一輛糧車駛上橋面後，工匠同時砍斷預先鬆開的3根橋索，我把最壞結果攤開。我親眼看見整段木橋在巨響中傾斜，糧車、馬匹和北敵補給一同墜進河谷。我看着西路斷口，知道這不是勝利的歡呼，而是3年收入與退路永遠沉下去。我不再用保護代替同意。眾人沿河打撈能用的糧袋和繩索，沒有誰把損失推回我一人身上。我親眼看見宋伯安從一輛卡在礁石旁的車裡摸出銅製甲印，邊角還粘着紅色蠟屑。我願意受共同規則約束。我親眼看見葉清河認出那是雲昭月院中常用的紅蠟，連缺角位置都與舊封條吻合。我聽見被俘車夫承認，北京一直稱宋路途和梁印的人為月娘子，我讓承擔者自己決定。我把甲印、紅蠟與證詞分開封存，終於有了能把敵節與北敵連在一起的證據。我把銅製甲印、紅蠟碎屑和車夫證詞並排放在西坡桌上，讓所有人逐項核對。我聽見被俘車夫當眾指認雲昭月，說北境往返的人一直稱她為月娘子，我讓承擔者自己決定。證據剛封好，蕭成烈便帶親兵來到拒馬外，提出恢復我的王妃名分。他願降雲昭月為側妃，也願開內城收留西坡眾人，條件是我交出商路和糧權。我把最壞結果攤開。我問他，若我回府，東門和外方那些被關在門外的人又算什麼？我聽見蕭成烈只說王府不能同時保住所有人，總要有人為大局退一步，我不再用保護代替同意。我取下最後一枚王府腰牌，放在拒馬前的泥地上，告訴他我不要王府，我不要另一個可以隨時差靈、收印、關門的主位，也不要用百姓換來的證明，我願意受共同規則約束。我親眼看見葉清河攤開東門，商換位置和3條回程路線，讓每個參與者知道入口與退路。我親眼看見宋伯安選就要道，工匠負責破牆，醫管隊則留出北渠做商換撤離線，我讓承擔者自己決定。我接受眾人對路線的修改，沒有再把最危險的位置留給自己後才通知別人。夜色落下時，我們收起證據與繩索，從不屬於王府的道路重新向城裡走去。我把最壞結果攤開。我帶着民間隊伍從舊窈道鑽回外方，迎面看見北敵正把火攻車推向內城。
我親眼看見雲昭月站在機關台上高舉王妃印，命老將立刻打開外門放車通行，我讓承擔者自己決定。我親眼看見沒有一名工匠動手，因為那枚印從未替他們承擔過屋梁塌落和斷指的風險。我親眼看見他又拿出銅製假印與被奪令牌，命車夫移開巷口貨車，我把最壞結果攤開。我親眼看見2枚黑木牌被放在石階上，車夫連看都不看，像面前只是幾塊死木。我終於看清，自己3年握住的從來不是牌，而是每次把人帶回來後留下的信任。我不再用保護代替同意。我親眼看見葉青和一公開分工，把傷患與孩子先送往北渠，醫管隊只走自己同意的路。我親眼看見工匠封住2條側巷，商隊則把最後的油布、木料和貨車集中到石階。我願意受共同規則約束。我親眼看見北敵火攻車越來越近，若不立刻阻斷，內城門和外方都會一同被燒穿。宋伯安摸着最後一批貨物，沒有等我下令，而是召集每位貨主說清損失，我讓承擔者自己決定。我站在圈外，等待真正擁有那些貨物的人決定是否把最後家底全部點燃。我聽完每位貨主的回答，確認無人被隱瞞後，才拿起火折走向第一輛貨車。我親眼看見油布與木料很快燒成一堵火牆，把北敵騎兵和部族截在2段石階之間。我沒有把勝負收回手裡。我親眼看見宋伯安看着家底化成火光，沒有後退，只讓車夫從側向反包圍。我親眼看見工匠落下鐵索，將火攻車卡在2面石牆中，敵軍第一次失去前後呼應，我只做自己該做的部分。我親眼看見葉清河帶着婦孺與擔架穿過煙霧，向內城門靠近，準備接應傷患。我以為蕭成烈至少會為自己的臣民開門，城樓上卻傳來弓弦拉滿的聲音。我讓每個名字留下責任。他命守軍把箭口從北敵轉向葉清河和百姓，要求我交回商路與城門控制。我親眼看見韓策站在城垛旁，肩上救傷人未癒，手中卻握着象徵亡命的僵印。我接受權力也要被限制。我沒有要求他為我違令，只朝城樓喊，門下每個人都知道開門與不開門的後果。我親眼看見火牆開始變矮，北敵正重新集結，婦孺也已走到弓箭最容易射中的位置。我沒有把勝負收回手裡。我抬頭看着韓策，知道這一次真正要選擇的人不是我，而是守門的每一名士兵。我看見韓策把僵印放在城垛上，伸手按住第一名準備放箭的弓手。我聽見他說自己守的是城，不是王爺的主位，也不會拿百姓替任何人拖延。我沒有把勝負收回手裡。我親眼看見守軍一個接一個放低弓箭，厚重內城門在轟鳴中緩緩升起。我親眼看見城內百姓湧出接走傷患，葉清河先清點擔架，確認沒有人被留在門外。我只做自己該做的部分。我親眼看見蕭成烈怒斥韓策違令，卻在沒有一名親兵願把箭口轉回自己人。我親眼看見王府親兵調轉陣型，與商隊民兵夾擊被火牆分割的北敵殘兵。我讓每個名字留下責任。我帶工匠衝向東門機關，先切斷雲昭月能再次關門的副鎖。我親眼看見雲昭月高舉王妃印，命老將啟動外門，得到的只有沉默和後退。我接受權力也要被限制。我親眼看見他又把假印與被奪令牌拍在石桌上，車夫人無一人替他換車開路。我親眼看見黑旗從東門城樓被扯下時，晨光正照進滿是劍痕的瓮城。我沒有把勝負收回手裡。我沒有去搶王妃印，只讓韓策、宋伯安和工匠代表在守門名冊上各按一印。我親眼看見第一班巡兵由3方共同排出，倉門、機關與換哨時程不再由王府一人掌握，我只做自己該做的部分。我親眼看見蕭成烈與雲昭月被解除親兵與倉門權限，再也不能靠一紙命令關注全城。我把救民銅鈴的救神節放在城門桌上，
提醒所有人這扇門曾經為誰關過。我讓每個名字留下責任。我親眼看見東門重新落栓時，北狄已被逐出城外，而真正守城的人第一次共同握住鑰匙。我在東門前搭起公開案桌，沒有王府主位，只有守軍、商戶與工匠三方並列。我親眼看見狼牙木片、警繩探線、空車記錄、銅制甲印和車夫證詞被逐項交叉核對。我沒有把勝負收回手裡。我親眼看見雲昭月已受控邊換換主位的安排再也無法被說成家事，他被解除名分並押送離城。我親眼看見蕭成烈因關閉內城，命建設名與濫用兵糧權，失去兵權，封的和繼承資格。我只做自己該做的部分。我親眼看見王府倉冊、清兵名單與城門機關圖被三方共同封存，任何一方都不能單獨取用。我把7枚商錄令逐一還給各路商戶，說他們只記責任，不再代表私人命令。我讓每個名字留下責任。我親眼看見韓策代表守軍重牌輪值，宋伯安代表商路重建不濟，葉清河則掌公開傷亡與退路。眾人推選我做3年守城使，我接受任期、查賬和被重新推選的限制，我接受權力也要被限制。我不再做王妃，也不需要王府承認3年功勞，只以雲長的名字簽下第一份呈令。我親眼看見舊名銅鈴被重新掛上西市議事樓，斷過的舊繩旁又接了一段新繩。我沒有把勝負收回手裡。我把鈴繩交給最前排的小女孩，讓她替全城敲響第一次公開議事。鈴聲裡，商隊重新出城，工匠開始修橋，守軍打開城門。而我終於不再是任何人的替身，我只做自己該做的部分。